这趟奥捷之旅，我们选择从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开始。维也纳非常适合当做整趟行程的起点，一方面是航班选择多，另一方面市区景点集中。即使第一次来欧洲，也很容易上手，像是圣斯德望主座教堂、金色大厅，再加上咖啡文化和博物馆区，都可以在市区内用步行或短距离移动完成，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拉车上。接着我们安排前往萨尔斯堡。这一站在行程里面的定位，并不是只为了市区观光，而是作为前往周边自然景点的重要据点。我们选择住在萨尔斯堡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用每天拖行行李到处换城市，把行李放在同一间住宿，从萨尔斯堡出发就可以轻松安排哈修塔特和国王湖的一日行程。每天只要人移动，行李不用动，整个行程会轻松非常多。接着旅程开始往北延伸，跨越国界进入捷克。到捷克首都布拉格途中，会先经过欧洲最美童话小镇之一的 CK 小镇，我们会安排在这边住一晚。隔天一早再前往布拉格。布拉格在整趟行程里是历史感最强的一站，像是查理大桥、旧城广场以及城堡区的街景，都很适合放慢脚步，留完整的时间慢慢走。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规划奥捷自由行，那接下来这一段事前准备，我会很建议你一定要看完。我们这次旅游是搭乘阿联酋航空，在杜拜转机。杜拜机场的路标清楚明确，有英文标示，转机流程比想象中简单很多，而且有很多免税店及各种餐厅，所以这4小时期间完全不会痛苦。住宿的部分，我们都选择离火车站近的地方，一来是交通方便，二来是减少拖行李的痛苦值。我们网络选择用eSIM，直接在虾皮上买，在淘机开通后，到达目的地就可以直接使用，超级方便。我们买10天，每天2GB，算是很保险的买法。我出国一定会买旅平险，不是怕出事，而是一出事就很贵，特别是医疗费用，其实在保钱包吧。再来，欧洲行程长，还有转机。班机或行李出问题的几率比较高，所以保险一定不能省。交通的部分很重要，我会讲比较多。长距离的车票，我会建议一定要先买。欧洲的火车和巴士早买都有优惠票。以我们为例，当时维也纳要去萨尔斯堡的火车，早半个月买是19欧，结果我们当天买同一时段变成是62欧，一个人就差了台币1500块。如果是大城市跟大城市之间的移动，我会优先推荐搭火车，而且提早买的话，价格其实跟巴士差不多。但火车空间比较大，搭起来比较没有巴士来的有压迫感。如果是小城市或是火车比较不方便到的地方，就可以看预算。有预算考量的可以搭巴士，没有预算考量或行李比较多的话，包车会是最轻松的选择。好，最后 CK Shuttle 是一种定点路线的接驳服务，专门设计给想顺游 CK 小镇的旅客，有2种用法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从维也纳搭到 CK 小镇，直接住在小镇一晚，或是选择维也纳搭到布拉格，中途也会停 CK 小镇。你可以选择停留30分钟到5小时，就是一日游的概念，其他城市路线就不适用。其他需要先购买的票券，像是国王湖的船票，我会强烈建议直接在网络上先买，当天就不用再花时间排队买票。还有维也纳的金色大厅，门票非常抢手，尤其是比较好的位置，通常很快就会被抢光，所以一定要提早买。另外，如果你的行程有安排一些很有名的咖啡厅或餐厅，也一定要先定位，而且是越早越好，不然临时想吃通常会扑空。这次飞行我们是搭乘阿联酋航空 A380 班机，它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双层大型客机。长途飞行最怕的就是坐得不舒服，但这台飞机的座位空间比想象中宽敞，脚不会被前面的椅子卡到，座位也有插座可以充电，再加上机上娱乐系统的电也非常多，让整段飞行坐起来没有那么痛苦。飞机餐的部分也算丰富，除了主食、水果、甜点，还会附一些起司、饼干跟巧克力。对于第一次飞长途的人来说，增添了不少乐趣。这次我们是在杜拜转机，没来过难免会紧张，但实际走过一次后发现，流程比想象中单纯很多。
下飞机后先找到写着 Connection 的指示牌，一路跟着指标走就可以了。杜拜机场非常大，不同登机门之间通常需要搭乘这种机场接驳电车。抵达航厦后，第一步要先看机场的大萤幕，确认一下下一班飞机最新的登机门编号。接着可以参考机票背面印的地图，上面标示了 A、B、C 区的相对位置，还有前往各区的交通方式与预估时间。确认好方向，再依照指标前往登机门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看看从机场要怎么进到维也纳市区。入境之后会从这个出口出来，接着向右转一直走，就会看到 OBB 跟 CAT 的售票柜台。CAT 是直达市中心 MITI 的快线，虽然票价最高，但速度快且路线单纯，适合想要省时怕迷路的人。而 OBB 的优点是价格非常亲民，班次也很多。如果是要前往维也纳中央车站，记得要确认标注 Railjet 的车次，大概15分钟就可以抵达。如果柜台排队的人太多，可以直接沿着大斜坡往下走。这区也有自动售票机可以购买。从维也纳机场进到市区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搭乘 CAT 或是 OBB 火车。因为我们第一站要先去寄放行李，所以这次选择搭乘 OBB 前往中央车站。抵达维也纳中央车站之后，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寄放行李，也顺便带大家看看这座车站的结构与动线。维也纳中央车站的结构，我自己会把它分成2个主要区域。第一个是高架月台区，这一侧是通往后站的方向，月台编号从3号一路排到12号。另一边是大厅区，这一侧是通往主出口的前站。大厅里面有售票处，还有一条通往 B1 的通道。行李寄放柜跟地铁都是在这边。如果从前站走出去，外面就是公车站跟路面电车站。等等画面中，我们会从5号跟6号月台走下来，实际带大家看一次动线。整体来说，维也纳车站的指标都非常清楚。左边是往后站，那一侧可以搭计程车；右边则是往前站，可以转乘公车、路面电车。如果是搭乘地铁要往 B1 走，接下来我们会先往大厅的方向走，因为首要任务是去寄放行李。在维也纳市区，交通工具主要分成4种。第一种是地铁，代码是 U 加数字，是市区移动最快、最常用的交通工具。第二种是路面电车，代码通常是单一英文字母或数字，像是 D 线、O 线、1号线跟2号线，很多观光景点都会达到。第三种是市区公车，代码是数字加 A 或 B， 用来补足地铁和电车到不了的地方。最后一种是 S-Bahn， 也就是市郊铁路，主要用来离开市中心，像是去机场或市区外围景点。
只要先分清楚代码，再配上 Google 地图，维也纳的交通一点都不复杂。圣史蒂芬大教堂就位在市中心，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，有一种从城市拔地而起的感觉，视觉冲击非常强烈。在市区里也能看到不少马车，主要是提供给游客搭乘的，整个气氛充满浓浓的欧洲感。接着在教堂附近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甜点店，这里主打维也纳著名的皇帝煎饼，小份7.5欧，大份9.5欧。我们点了李子口味来尝鲜，李子酱酸酸甜甜的，搭配软绵的煎饼，味道很不错。不过如果你是非常怕酸的人，可能就不太适合。接下来我们步行到附近的圣彼得教堂，这里可以免费入内参观，虽然只能在后方的区域向内欣赏，但里面的装潢金碧辉煌，非常精致。晚餐我们选择尝试维也纳的招牌美食炸猪排，这家餐厅我们有事先预定，我们点了一份炸猪排，另外加点了一份饺子。结果餐点一上桌，我们都愣住了，这跟台湾常见的饺子完全不一样。后来才知道，在当地这叫做奥地利丸子，口感比较像扎实的萝卜糕，没有很合我们的胃口。至于炸猪排的肉切得很薄，外皮跟肉是分开的，猪肉本身口感偏干。也是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最正宗的维也纳炸猪排其实是用牛肉做的，肉质会比猪肉嫩很多。大家下次来如果预算足够，建议直接点牛肉版本，才不会像我们一样觉得肉质偏干哦。我们直接回车站拿行李，准备出发前往下一站萨尔斯堡。我们在萨尔斯堡第一晚的住宿位置真的非常方便，就在萨尔斯堡车站旁边，不管是下车进饭店，还是之后要搭公车去景点，动线都非常顺畅。房间的部分空间偏小，而且没有冷气，也没有冰箱。不过冰箱跟热水壶在公共空间都有提供，使用上还算方便。我们这次刚好遇到假日，房价会比平日高出一些。如果是以预算型住宿的角度来看，这里虽然设备简约，但设在地点极佳，还算是堪用的选择。第一天的行程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从维也纳繁忙的城市节奏一路转换到萨尔斯堡宁静的夜晚。隔天一早，我们就要出发前往那个被誉为最强明信片风景的小镇阿修塔特。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照片一样美？交通又怎么安排？我们下一集见。